夜空为什么是黑的？别急着说因为太阳下山了，真正的问题是宇宙里有数不清的恒星，很多恒星比太阳亮得多，那为什么无论你朝哪个方向看，最后看到的不是一颗恒星，而是一片黑？如果宇宙无限大，恒星无限多，而且永远存在，那么你的每一条视线理论上都应该撞上一颗恒星。天空不该黑，它应该亮到接近太阳表面，可现实恰好相反，夜空很黑，黑得安静，黑得像什么都没有。这就是著名的奥伯斯洋谬。而它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，黑夜不是一个普通现象，它向宇宙留下了一张诊断报告。看完这期你会知道3件事。第一，为什么尘埃挡不住星光？第二，为什么宇宙年龄有限才让黑夜成为可能？第三，为什么未来的文明可能会失去看见其他星系的机会？但真正关键的问题其实才刚刚出现。最直觉的解释是，宇宙里有尘埃，像雾一样把远处恒星的光挡住了。听起来合理。你在雾天开车，远处路灯会变暗，外卖骑手穿过灰蒙蒙的街道，也看不清更远的招牌。但宇宙尘埃不是黑洞，它不会把能量凭空吞掉，它吸收星光后会升温，升温以后它也会向外辐射能量。很多人以为尘埃能让宇宙越来越暗，但真实情况是，尘埃吸光足够久也会被烤亮。就像一块放进烤箱的石头，它起初不发光，但温度够高时自己也会泛红发亮。所以尘埃只能暂时改变光的形式，不能让一个无限永恒的宇宙永远保持黑暗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宇宙真的无限古老，连尘埃都早该亮起来。还有人说，可能只是恒星数量有限，根本不足以铺满天空，但这个解释同样不够。在早期静态宇宙模型里，如果物质有限，宇宙不膨胀，万有引力会让物质彼此吸引，最终发生坍缩，像一群人站在完全没有支撑的斜坡上，每个人都在往中心滑，宇宙不可能长期维持稳定。所以科学家逐渐意识到，问题不是星星够不够多，而是我们对宇宙本身的想象错了。奥伯斯洋谬逼着人类承认一件事，宇宙不能同时是无限大、静止不动，并且永恒存在的。只要这3个条件同时成立，夜空就不该是黑的。接下来真正的答案来了，黑夜有2道宇宙级禁令。第一道禁令叫做时间有限，宇宙并不是从来就在这里。按照当前宇宙学模型，宇宙大约有138亿年历史，而光速虽然快得惊人，每秒大约30万公里，但它不是无限快，所以越遥远的地方，光来到地球需要的时间就越长。有些光还在路上。你可以把宇宙想成一座刚刚开始营业的超级城市，再远的外卖店订单已经接了，但骑手还没送到你门口。宇宙也是这样，不是所有恒星的光都来得及抵达我们这里。很多人以为只要宇宙足够大，就一定能看到无限远，但真实情况是，你能看多远取决于宇宙给了光多少赶路时间。这就是可观测宇宙的核心含义。黑夜的一部分是那些尚未来到的光，可即使光到了，也不一定还能被你的眼睛看见。第2道禁令更反直觉，空间本身在膨胀，不是星系像子弹一样飞过静止空间，而是星系之间的空间本身在被拉大。想象一张不断被拉伸的橡皮布，布上的2个点并没有主动逃跑，但它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。光在这张橡皮布上前进，波长也会被拉长。原本是可见光的能量，可能被拉成红外线、微波，超出了人眼能看到的范围，这叫红移。就像导航里显示还有5公里，可道路本身正在不断延长，你不是没在前进，而是目的地离你越来越远。所以夜空看起来黑，不代表那里没有光，而是很多光已经被宇宙拉出了人眼的可见范围。如果你能看见微波，天空不会是一块纯黑幕布，它会泛着微弱却无处不在的光，那是宇宙早期留下的背景辐射。而接下来这个事实会让黑夜变得更有压迫感。宇宙不仅在膨胀，它还在加速膨胀。这意味着越遥远的星系越可能被空间膨胀带着远离我们。这里说的超光速远离，不是星系在本地违反光速限制，而是星系之间的空间扩张可以让距离增长得非常快。因果链是这样的，如果暗能量持续主导宇宙膨胀，第一步，遥远星系的退行速度越来越大；第2步，它们发出的光越来越红移，
越来越微弱。第三步，一些星系发出的星光最终再也无法抵达地球，最终结果，它们会越过我们的宇宙世界，像从宇宙地图上被擦除。不是它们不存在了，而是它们对我们而言再也无法被观测。宇宙不是一间等着人类慢慢参观的博物馆，它更像一座正在熄灯、正在封闭展厅的巨大建筑。在极其遥远的未来，银河系附近的星系会逐渐远离到难以观测。未来文明抬头，也许只能看到本星系附近的一小片星光，他们可能很难发现宇宙膨胀，甚至可能以为宇宙就是一片静止、孤立的岛屿。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星系、星云、宇宙背景辐射是一种时间窗口，它不会永远打开。这很像社交媒体里的旧照片，照片记录的人和场景可能还曾真实存在，但如果存储被删除，账号被关闭，后来的人再也无法回到那个瞬间。宇宙的删除更彻底，它不删除物体，它删除的是你获得信息的可能。所以黑夜并不只是黑，它是宇宙有限年龄、有限可见范围以及不断膨胀的共同结果。想想看，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，宇宙已经足够古老，让恒星、行星、生命和人类出现，但它又还没有膨胀到把所有遥远星系彻底推离视野。我们抬头时看到的不只是星星，我们看到的是过去。每一束光都是某个遥远时刻发出的消息，有的来自几百年前，有的来自几百万年前，有的来自宇宙更年轻的时候。你看到夜空时，其实是在看一部没有字幕、没有结局，也无法倒带的历史。人类很渺小，但也正因为渺小，我们才会在黑暗里追问，那里到底有什么？也许宇宙最慷慨的时刻，不是给了我们无限答案，而是让我们在答案逐渐远去之前，拥有了提问的能力。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，夜空为什么是黑的？如果宇宙无限大、静止、永恒，而且恒星均匀分布，那么每个方向都应该被星光填满，夜空应该明亮。但现实中的夜空是黑的，因为宇宙不是永恒静止的，它有限年龄，所以远方的光未必来得及抵达。它在膨胀，所以很多光被拉长成肉眼看不见的波段。它还在加速膨胀，所以一些星系终将越过我们无法触及的世界。请记住这句话，星夜空的黑暗不是宇宙空无一物的证明，恰恰相反，它是宇宙正在演化的证据。而最令人不安的是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宇宙并不是永恒的全景，只是宇宙在这一刻暂时允许我们看见的部分。如果用一句话总结，第一，夜空黑不是因为星星太少，而是因为宇宙不满足无限、静止、永恒这些条件。第二，宇宙年龄有限，远方的光有些仍在路上。第三，宇宙膨胀会拉长光，也会让一些星系最终离开我们的视野。所以黑夜不是空白，它是一份来自宇宙的证词。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看不到其他星系了，你觉得那会让我们更孤独，还是更珍惜今天的天空？欢迎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从一个日常问题追到宇宙边界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关注并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期见。